以前我們總被芯片牽着鼻子走，覺得芯片就是未來的全部。可現在你發現了沒？真正卡住全球命脈的，其實是我們以前瞧不上的傻大黑粗變壓器。當華人軒帶着英偉達芯片風塵僕僕跑到中國來推銷的時候，咱們的變壓器早已悄悄拿捏了全球的算力和電力，讓各國急得抓耳撓腮，這反差感簡直拉滿了。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際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先給大家上一組實打實的數據，2025年中國变壓器出口量暴增36%，均價直接上漲了1/3。即便這樣，依舊供不應求，全球訂單排得滿滿當當。最離譜的是，有些高端訂單已經排到了4年以後，相當於現在下單，2030年才能拿到貨。可能有人會問，一個破变壓器至於讓全球瘋搶嗎？還真至於。據伍德麥肯茲等機構測算，2025年全球大型電力变壓器供應缺口已經高達30%，配電变壓器缺口也有10%。缺口最嚴重的北美和歐洲已經亂成了一鍋粥。美國20個州的電力改造工程因為缺变壓器，直接按下暫停鍵。歐洲斥資5000億歐元的電網擴建計劃也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錢花出去了，設備卻拿不到。印度斥巨資建的大型太陽能項目，建好後因為沒有變壓器併網發電，只能白白閒置，相當於竹籃打水一場空。你可別覺得變壓器長得笨重，動輒幾十噸，看起來沒什麼技術含量，實際上它的精密程度一點不比芯片差。咱們分等級來說，中低壓变壓器還好，交貨時間大概幾周到幾個月，可高壓和特高壓变壓器交付周期直接拉到2到4年，全球產能想往上爬，難如登天。而咱們中國一家就包攬了全球60%的变壓器產量，相當於全球1半以上的变壓器都出自中國工廠，這份底氣可不是隨便吹出來的。那為什麼变壓器突然變得這麼緊缺？其實原因很簡單。AI 大家可能不知道，一座大型 AI 算力中心，它的電網配套規模不亞於一個幾十萬人口的小城市，而支撐它運轉的核心設備就是變壓器。現在全球都在卷 AI， 算力中心越建越多，對變壓器的需求自然也跟着暴漲。需求暴增，可全球產能卻跟不上啊！尤其是歐美國家，更是陷入了巧妇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就說美國想緊急增加變壓器產線，可老一代工人要麼退休，要麼技術跟不上。新手培訓至少需要3到5年時間，現在的年輕人寧願坐在辦公室寫代碼，也不願意去工廠學做變壓器，又累又不體面。小編猜測，美國想在變壓器領域實現自給自足，至少還得等20-30年，這還是最樂觀的估計。更讓硅谷 AI 大佬們心碎的是 ，AI 的盡頭是電力，可全美70%的变壓器已經超期服役20年，未來5年至少需要更換50萬台变壓器，而這其中80%依賴進口，光是從中國進口的就佔了40%。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要是不更換這些老舊變壓器，美國連日常供電都困難重重，更別說大規模建 AI 算力中心了。這就好比在大學宿舍裡同時裝微波爐和烤箱，一開機就跳閘，根本沒法用。被逼無奈之下，馬斯克們只能跑到沙漠裡自建發電站，而且還得從頭開始研發高性能變壓器。以前都是別人求着他，現在輪到他求着变压器了。更搞笑的是，去年4月，特朗普還腦子一熱，下令對中國变壓器加徵104%的懲罰性關稅，想逼着美國企業自己造。結果呢，美國採購商急得團團轉，只能偷偷把中國变壓器先運到越南、墨西哥，換個包裝，再轉口到美國，相當於繞了一圈，多花了不少錢，最後還是得買中國的。沒辦法，特朗普只能悄悄豁免了部分中國变壓器的關稅，打了自己一個響亮的耳光。很多人可能會疑惑，变壓器是美國人發明的，都有100多年歷史了，怎麼現在反而被中國卡了脖子？其實核心就2個原因，一個是原材料，一個是特高壓技術，這2個關鍵點全被中國牢牢掌握了。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決定建設第一條500千伏超高壓線路，也就是錦遼線，這是中國電力發展的重要一步。可當時國內最高只能生產220千伏变壓器，500千伏变壓器我們連圖紙都沒有，更別說製造了。當時國外公司趁機漫天要價，不僅價格高得離譜，還狂妄地斷言
中國20年也造不出500千伏变壓器，想造只能一直買他們的產品，被他們掐脖子。就在這危急時刻，時年50歲的朱英浩，後來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扛起了這份重任。這一扛就是10年，圖紙、材料、工藝全是空白。當年參與研發的王工回憶起這段經歷，語氣依舊沉重。朱總工帶着我們從煉特種鋼、軋硅鋼片開始，沒有技術就一點點摸索，沒有設備就自己改造，沒有經驗就反覆試驗，說到底就一個字：熬。功夫不負有心人。1985年，中國首台自主研發的500千伏变壓器在瀋陽誕生，這是中國变壓器產業的第一個里程碑，是真正的中國心。第2年，在葛洲壩電站，這台國產變壓器和一台日本進口的同型號變壓器同場安裝，展開了一場無聲的較量。誰也沒想到，國產變壓器一次投運成功，運行穩定如山，沒有出現一絲故障。而那台日本進口的變壓器在衝擊實驗中直接燒毀報廢。這場葛洲壩較量不僅打破了國外的預言，更給中國超高壓裝備贏得了尊嚴，也錘煉出一支能打硬仗、敢打硬仗的研發隊伍。朱英浩的名字也從此和中國電網的每一次電壓等級飛躍緊緊綁定在了一起。時間來到2006年，國家啟動世界首個1000千伏特高壓交流工程，這是全球範圍內從未有過的嘗試，難度可想而知。此時的朱英浩已經77歲高齡，本該安享晚年，可他毅然再次出山，出任設備研制專家組組長，帶領團隊向更高的技術巔峰發起衝擊。3年時間，朱英浩和團隊日夜奮戰，攻克了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題，終於在2009年，印有中國製造的巨型特高壓變壓器在晋東南變電站巍然屹立。這一刻標誌着中國在最高端的輸變電領域徹底完成了從追趕並跑到引領的歷史性跨越。從此，中國變壓器再也不用看別人的臉色。除了朱英浩，中國西電在特高壓電網上的付出也值得我們每個人銘記。上世紀50年代，中國西電的學習對象是蘇聯，一步步摸索，從零起步。到了80、90年代，為了追趕世界先進水平，西電開啟了大規模的技術引進。合作名單上，三菱、ABB、西門子、阿爾斯通等國際巨頭赫然在列。靠着三峽工程、西電東輸等國家重大工程的依托，西電用市場換技術，一點點消化吸收核心技術，艱難前行。這段失意長技的日子，充滿了緊迫與艱辛，卻也為後來的逆襲打下了堅實基礎。真正的鳳凰涅槃始於特高壓工程。當國家決定建設自己的電力高速公路時，中國西電義無反顧地扛起了攻關大旗，牽頭承擔了16項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實驗室變成了不夜城，工程師們日夜奮戰，只為攻克核心技術。付出終有回報，中國西電創造了至少10個世界第一，成功研制出世界首台正負800千伏特高壓直流換流變等標誌性產品。從新中國第一條500千伏高壓線路到全球電壓等級最高的正負1100千瓦特高壓直流工程，幾乎每一個重大項目都刻着西電制造的印記。這份擔當無愧於國家隊的稱號。除了西電，其實還有一批民企也在這場戰役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思源電器，一家由3個上海交通大學的年輕人創辦的企業，1993年，他們在10幾平米的實驗室裡，用6萬多元起步，沒有背景，沒有資源，最初想和一家中日合資巨頭合作，卻被高傲的拒之門外。不服輸的年輕人喊出了"我們自己幹"的口號，研發出首台國產避雷器。此後，一次次啃下硬骨頭，外資壟斷電抗器市場，他們就全力攻關，打破壟斷。行業需要高電壓等級 GIS， 他們就算免費送樣機掛網2年，也要拿到資質。如今，思源電器已經成為國內罕見的全產業鏈解決方案提供商，產品進入了英國、荷蘭、意大利等對質量要求最嚴苛的國家電網。金盤科技則走出了一條數字化轉型的新路，敏銳抓住幹式變壓器在數據中心、軌道交通等高端領域的需求，打造零碳智能工廠。無人運輸車穿梭，數據大屏實時跳動，用數字技術重塑傳統製造。“十四五”期間，它的人均營收增長約120%，如今更是成立人工智能事業部，決勝 AI 製造新時代。
從當年被國外嘲諷20年造不出500千伏變壓器，到如今壟斷全球60%的產能，卡住全球電力和算力的脖子，從連圖紙都沒有到擁有獨步全球的特高壓技術和全產業鏈優勢，中國變壓器的逆襲從來都不是偶然，而是一代代工程師、一代代企業靠着堅守、拼搏和不服輸的精神熬出來、拼出來的。所以這份逆襲值得每一個中國人銘記，這份榮光屬於每一個為中國製造業拼搏的人。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